只说入朝做什么，怕不怕？这个连舍老爷也不知道，目下只有郑老爷一个人进去了，赖大管家也在里面伺候着呢。你不中用，快去叫赖大回来。是。老太太，坐下等吧。坐下吧。是啊，老太太坐下等是一样的，横竖能有什么大事呢？你们小人家怎么知道这里面的厉害？奴隶制度是荣国府维持家族存在的根本性制度。这一制度保证了少数主子阶层天然的享受尊贵和特权，也让广大的奴才们心甘情愿地奉献牺牲，并不敢反抗。因此，王夫人对于制度性改革的建议十分敏感，她绝不允许任何可能动摇自身特权的制度改革，也不允许任何奴才妄图通过改革来主宰自己的命运。而在奴才中唯一的特例，便是赖大的儿子赖尚荣，他从小就脱离奴籍，成为了自由人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原来，赖大是荣国府的大总管，负责荣府内各类事务的总调度，重要的事都由他直接操办。为筹备元妃省亲，贾赦与贾政召开最高决策会议，管理府内事务的贾琏、王熙凤连列席的资格都没有，可是赖大却是会上的重要筹划者。省亲大事由贾赦与贾政把握总体原则与决定人事，具体落实的则是赖大。如需要有人去江南采买女孩子，置办乐器行头，贾赦派贾强去办这件事，而经费的落实则由赖大安排。他说不用从经理带下去，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5万银子，明日写一封书信我们带去，先支3万，下剩2万存着，等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笼帐幔的使费。这些款项似乎连贾赦、贾政都懵懂不知，赖大却安排得清清楚楚。兴建大观园是十分繁杂的工程，贾政不惯于俗务，置身事外。贾赦虽是领衔者，但只在家高卧，他所做的只是听取汇报与发布指示，各项事务，甚至是安排工人、施工、监工等琐事，全都由贾珍、赖大等负责。而贾珍又有宁国府的事务需要照料，所以实际上都得由赖大总经办。当然，赖大是大总管，不必事事亲力亲为，自可吩咐其他管家或奴仆去办理，他只需留心监察与适时调整。不过有这么多事务由他安排，也够忙活的了，而这正表明了他受到了充分的信任。主子对他及其家人还给予了相当的尊重，在第43回里可以看到，赖大的母亲赖嬷嬷在贾母面前可以入座，尽管只是坐在小屋子上，但此时年轻的主子尤氏、凤姐儿等只管地下站着。在第75回里，贾敬身为宁国府家主，同样也是贾母命座，方在进门小屋子上告了座，景身侧坐。由此可见，赖嬷嬷等人在贾母跟前受到的是高规格的礼遇。王熙凤对于赖嬷嬷也同样表示出尊重，她曾想将醉酒误事的周瑞的儿子撵出府，也就是因赖嬷嬷劝他仍旧留着才是，便收回了成命。书中同样可看到青年主子对赖大的尊重。第52回里，宝玉遇见赖大，就忙龙纵马，抑郁下来，尽管赖大忙上来抱住腿劝阻，宝玉还是在凳上站起来表示尊重。至于更低一辈的贾强，对赖大还得口称赖爷爷。赖大并没有因受到尊重而妄自尊大，他不改勤勉作风。这一家人不仅对主子恭顺有加，对主子中的小辈也着意讨其欢心。他的妻子赖大娘平日里会想到主动给黛玉、探春等人送腊梅与水仙，对宝玉则会送上大鱼风筝。平儿虽然只是个通房丫鬟，但她是王熙凤的心腹，又常代其行使职权，故而生日时就会收到赖大家的礼物。乖巧的平儿收到礼物后，又一一的回明凤姐儿。荣国府格外开恩，允许赖大的儿子赖尚荣一出生就脱籍成为自由人，这在荣国府奴才里是独一份的待遇。后来荣府还花力气将赖尚荣推选为州官，此举固然含有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意图，但对赖家来说正是莫大的恩典。至于赖大如何成为荣府大管家，又如何帮助儿子摆脱奴仆身份，书中并没有做直接描写，而是借赖嬷嬷之口做了交代。赖嬷嬷曾对王熙凤、李纨等人提起自己在家中教育孙子赖尚荣的话，
哥，你别说你是官了，横行霸道的。你今年活了30岁，虽然是人家的奴才，一落娘胎包，主子恩典放你出来，上托着主子的鸿福，下托着你老子娘，也是公子哥儿似的读书认字，也是丫头老婆奶子捧凤凰似的，长了这么大。你哪里知道那奴才2字是怎么写的？只知道享福，也不知道你爷爷你老子受的那苦恼，熬了2、3辈子，好容易挣出你这么个东西来。从小3灾8难，花的银子也照样打出你这么个银人来了。到20岁上，又蒙主子的恩典，许你捐个钱承在身上。你看那正根正苗的忍饥挨饿的要多少？你一个奴才养子，仔细折了福。从这段话可以得出，赖大大总管的地位是熬出来的。按他母亲赖嬷嬷的说法，是熬了2、3辈子，期间有着说不尽的苦恼。当然，光靠熬并不能当上大总管，交大资格够老的，而且还救过主子的命。可是他居功自傲，对后来的主子极不恭顺，于是就被主子们嫌弃厌恶。所谓熬字，不仅包含了对主子的忠心与驯服，而且还须得有才干，并得到主子们的认可赏识。赖大家正是通过2、3辈子的奋斗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。赖大虽是荣国府的奴仆，回到自己家里变成了主子，住的是楼房煞厅，他家的孩子也是丫头老婆环绕，同样是一番奢华景象。他们还请贾母等人游览自己家的花园，规模虽比不上大观园，却也十分齐整宽阔，泉石林木，楼阁庭轩，颇有几处惊人骇目的景致。赖嬷嬷是赖大的母亲，赖大身份虽然是奴仆，但王熙凤生日，贾母要求赖嬷嬷按照主子的标准来出份子钱，可见赖大家非常有钱，而且是公认的事实。而联想到曹雪芹的家族曾经也是皇家包衣，包衣即是奴才，曹家在皇族面前，其处境恰似赖大家在荣府一般。这样一来，赖嬷嬷的一段话便具有了更深层的含义。历史上，曹家虽然富贵荣华，煊赫一时，但其家族实际上的身份地位却非常低下。赖嬷嬷的一句你哪里知道那奴才2字是怎么写的，则正是这种富贵奴仆心态的真实写照。有一次，贾政过生日，却突然被皇上召去，赖大前往宫门外等候消息，并传回荣国府。此时，何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，贾母更是心神不定，在大堂廊下久久伫立，及至赖大来回说元春才选凤藻宫尚书，加封贤德妃。贾母等听了才心神安定，不免又都洋洋喜气迎腮。这恰是曹家真实历史地位下的生存状态的描写，这与赖大家在荣国府的处境与心态是颇为相似的。